Hello， 大家好，我是小 Ra， 今天要跟大家談論的是近期在台灣編織圈討論度非常高的一個品牌，它就是 Lantern Moon 輪針組。那其實 Lantern Moon 呢，小 Ra 大概是在2年前的時候就已經接觸到了，當時他們寄給小 Ra 這一個是 Ancestry 4寸的輪針組。那這一次呢，他們又跟小 Ra 做了聯絡，然後寄了他們的 Heirloom 5寸的輪針組，所以今天在影片中我會深度的來跟大家做分享這個 Lantern Moon 它的品牌故事，以及這個 Heirloom 5寸的輪針組它裡面到底包含了哪些工具以及配件。同時我也會以設計師的視角來測試這個輪針組到底編織起來的感受以及感覺是如何。最後我也會跟大家分享這個輪針組到底值不值得我們掏出我們辛苦掙來的錢。準備好了嗎？那我們就開始咯。OK， 那在我們看這個輪針組之前呢，我們必須要來了解一下Lantern Moon 它這個品牌的歷史到底是如何發展起來的。其實它大概在2001年的時候，由一對夫婦 Joel 還有 Sharon Woodcock 所創立的。這一對夫婦呢，他們是定居在越南的西貢，當時就被那裡精湛的手工藝呢所深深的吸引。他們也覺得，如果這樣子的工藝失傳，一定非常的可惜。因此，他們就把越南手工的工藝以及西方的編織文化給融合在一起，創立了 Lantern Moon 這一個牌子。那雖然中間呢，他們有一段時間因為經營模式調整的關係，消失在市場有一段時間，但是好東西一定不會被埋沒。他們在2020年的時候被我們編織界的龍頭 Knitpro 所收購，並且於2021年正式的向全球推出，並且把 Lantern Moon 這個牌子定位在 Knitpro 裡面最頂級、最奢華的系列。那到底有什麼原因可以讓 Lantern Moon 這麼有自信的可以稱自己是輪針界的藝術品呢？第一個當然就是它的輪針的材質是使用黑檀木，也就是 Ebony Wood。黑檀木它是世界上最貴以及最密實的木材之一，那它帶有的是那種天然的深黑色澤，因此給人一種神秘高級的感覺。再來就是講到它針頭上面的有一個液態絲綢塗層，那這個其實也是我還蠻喜歡的一個部分，因為木頭針通常都比較不會那麼的滑順，但是因為他們上了這一個獨特的絲綢塗層，所以呢，它編織起來的手感除了保有木頭輪針的那種溫暖的感覺，它的滑順度也是跟一般的木頭針不一樣的地方。再來是它的輪針線跟針頭轉接處的金屬部分，它在黃銅上面呢又鍍了一個24K 金的一個塗料。那這個亮晶晶的20K 金鍍金的界面呢，它不只是為了奢華，其實它也是要確保你輪針的那個轉接處它不會生鏽，然後也更加的滑順。最後就是他們用來裝輪針組的一個包包，這個包包是叫做 Khadi 絲綢。那這個 Khadi 絲綢呢，它代表的有一個自力更生的感覺。那也是印度那邊一個最具代表作的一個絲綢布料。了解 Lantern Moon 它背後的這些靈魂之後呢，其實我們不難發現，它不僅僅是一個手工編織的工具，它同時也代表了一個對於手工堅持的價值。那對於這個品牌有一些了解之後呢，我們現在就進入到開箱的部分吧。我們現在就來開箱這一個 Lantern Moon Heirloom 輪針組。那我們先從它的外面的絲綢包來說起。Khadi 這個絲綢包呢，它在印度是一種手織棉布或者是絲綢的一個布料，而 Lantern Moon 它所使用的呢是 Khadi 的絲綢。當你摸到這一個針織包的時候呢，你會發現上面有這一些花卉的刺繡。那這些刺繡呢，當然不只是為了好看，它本身呢代表的就是一個手作的力量。而這些花朵圖騰呢，則是象徵着大自然的循環。那當然，這些花卉的圖案除了美麗之外，它還代表着花開花落的循環。包包顏色使用深藍為背景，這個呢，它是呼應品牌名稱中的 Moon， 也就是月亮，象徵夜裡的安靜編織時光。而外面明亮的絲綢絲線呢，也是象徵着在寂靜中綻放的靈感。
接下來我們就來看一下 Heirloom 輪針組裡面包含的哪些工具。針頭的部分，它總共包含了10對的針頭，那它從3 mm 到8 mm， 也就是美規的2.5到11號。那這個部分呢，其實木頭式的輪針呢，有包含3 mm， 其實是非常的難得，因為3 mm 的輪針比較細，所以以木頭制的針組來講呢，通常比較容易斷。但是黑檀木的密度因為比一般的木頭再稍微硬一點，所以呢，它有辦法來附上這個3 mm 的輪針，也代表它對自己品質的一個自信。那 Heirloom 輪針組呢，它裡面總共附了3條輪針線，是60、80跟100公分。輪針線的材質非常的柔軟，而且呢，它並不會捲曲，也就是說，你把它打開之後，它是整個攤開來的，它不會有那種 QQ 捲捲的感覺，因此在使用上面呢，感受會更加的愉悅。它的連接頭跟我們的輪針一樣，也是鍍上24K 金，所以它可以確保大家在使用上的感受都是非常的滑順的。其他配件的部分呢，它有這一個也是卡地絲綢的一個記號圈，總共附上了5個，非常的漂亮。再來就是他們提供的鎖針跟一般的不一樣，因為一般都是那種小小細細 T 字形的那種鎖針，但是呢，大家可以看到它就是木頭式的鎖針啊，質感非常的好，同時呢，在使用上面呢也非常的容易操作順手。最後呢，他們還提供了4個針檔，那一樣也是木頭制的，有很漂亮的木頭的紋路在這上面。以上這邊就是我們 Heirloom 5寸輪針組，它裡面所有的針頭以及所有的配件。接下來呢，我們就來詳細的介紹這組輪針組的重頭戲，也就是它的黑檀木的輪針頭。好，這個輪針頭呢，大家可以來近看一下。它本身黑檀木的質感真的是非常的好，是屬於那種深黑，然後很神秘的那一種顏色，所以它在編織起來的感受度呢，也非常的有質感。在針頭上面，它同時掩映了他們的品牌名字 Lantern Moon， 以及如果你把它轉過來，是這個針號的部分。它在印的這個字呢，其實它感受度是還蠻滑的，它完全沒有感受到它那個字印在上面的感覺。但同時呢，這有一個問題，就是你編織久了之後啊，它這個字會慢慢的被你給磨掉。所以我這邊有另外一組我2年前收到的，大家可以看到有一支它的 Lantern Moon 跟它的針號其實已經完全不見了。那這個部分呢，它還有一點點的 Lantern Moon 在這上面，所以這一點大家就必須要注意，它上面的這個字呢，並不是永久在上面的，它會隨着時間使用上呢，慢慢的消失掉。那也因為這個問題，所以它在最後這邊我們24K 鍍金的地方呢，大家可以看到它有把我們的針號也鍍在這個地方，那這個地方基本上就是抹不掉的了，它就是如果你這邊抹掉不知道針號的話，大家就可以看這個地方。接下來呢，我們要來看針頭的部分。它的針頭呢，其實是屬於中等的，就是它不是到很尖，但是也不是到太鈍，就大概在中間。當然，如果你要跟金屬針比起來的話，因為金屬它有辦法做到比較尖的部分，所以這個是巧鈷的 Forte。那在針頭方面呢，它就稍微再尖一點點。所以呢，在使用上面呢，就要看個人。有些人習慣比較尖的針頭，但是這個算是中規中矩，它不是太尖，也不會太鈍。那在手感方面呢，它非常的溫暖，你握在手中呢，其實它有一種溫暖的感覺。跟我們一般金屬針比較起來的話，它握在手中的手感呢，其實是非常的溫暖，就是木頭的那一種溫潤的感覺，在觸感上面也是非常的滑順。但是它主要是這種木頭深黑色的一個質感呢，真的是小拉非常的喜歡，大家可以看一下。再來，我們來講我們輪針線的部分。它是屬於360度可以旋轉的這種旋轉式輪針線。這種旋轉式輪針線的好處就是，當你在編織的時候，它的這個針頭它會隨着你的輪針線的擺動下去做調整，也因此呢，它的針頭就比較不會脫落，同時它對於你手腕的那種反抗的力道也不會那麼的強。
對於你可能手長時間編織下來比較容易疲憊啦，或者是手指不舒服的那種感覺，使用旋轉式的輪針呢，都會有一定的改善。那我們現在來示範一下要怎麼來把它連接上去。那我們就可以用他們提供的這個鎖針，然後插過去，然後把它這樣子順順的鎖起來。那在連接的過程呢，我常提醒大家，像這種輪針呢，它有2個不同的材質，木頭跟金屬，所以它在交接的這個地方呢，其實是它一個比較脆弱的一個點。所以呢，大家在轉的時候，千萬不要從這邊轉。因為你從這邊轉的話呢，你是把這個最弱的這個地方呢，把它的整個壓力都用轉的壓力、扭力都卡在這一邊，所以大家轉的時候，請握着底部這邊這樣子轉，你才可以很用力的這樣把它轉擠，這樣你就不容易脫落。有些人就用從這邊轉太大力，然後呢，它的針就斷了。所以呢，這個部分我一定要提醒大家。好，我們把另外一邊也給轉上去。所以轉上去的感覺就是這樣，大家可以看到它整個連接的滑順度是非常的平整，你幾乎感受不到它有那種連接的感覺。那在這個黑檀木針頭跟金屬的部分，你可以稍微感受到一點點的就是連接的感覺，但是基本上它並不會影響到你所編織上面推針的那種感受，但它整個輪針組上面的質感就是非常的好。另外，Lantern木它的連接線也有一個好處，因為它是屬於 Nipur 體系的，所以如果你手邊有其他 Nipur 的針組呢，它的連接線跟它的針頭是完全可以通用的。像我這邊有另外一組他們 Nipur 的也是彩木的一個輪針，所以呢，我這邊就稍微試一下，就它你看也是一樣可以共用的。所以呢，你原本的輪針線呢，可以用它這個 Lantern 木的針頭，或者是 Lantern 木的輪針線，也可以用在Nipur 上面所有的針頭都可以互相做替換。那除了 Nipur 之外呢，還有另外一個品牌是 Leica 或 Leica 不同，大家有不同的發音 Leica 或 Leica。所以呢，如果你有像這種它是漂流木系列的這種輪針的話呢，它一樣也是可以做共用的，看它是完全合的，所以這個是另外一個 Lantern木、Nipur 跟 Leica 它們之間呢可以互相通用的一個好處。那也代表的我們的輪針線呢可以更加的實用，因為它可以接到各種不同品牌的輪針頭上面。好，接下來呢，我這邊編織了一個小小的織片，那我這邊稍微示範一下，讓大家看它編織起來的感覺是如何。那它在編織的過程中，比起一般的木輪針，它的確是非常的滑順。你看我剛剛這樣推的時候，它幾乎沒有那種卡卡的感覺。那當然，如果你是跟金屬針比起來的話呢，金屬針的編織速度呢會再稍微快一點點。但是它整個木頭輪針的感覺啊，我個人覺得它質感做得非常的好，因為它就是非常的滑順。那另外大家可以注意到，畢竟呢它的針頭是黑色的，所以呢當你用淺色線的時候呢，你看它其實針目看得非常的清楚。不過呢，小拉之前在編織的感受呢是，如果你的線的顏色稍微深一點點的話，那在晚上就不要用這組織了，因為你的眼睛會整個花掉，你會完全看不清楚你的線跟你的針目還有圖案，所以這個部分呢也是大家在選擇這組輪針上面必須要考慮的一個點。但是如果你平常不編織深色的作品，那當然就沒差。淺色的作品呢，它是沒有問題的，非常的清楚明顯。好，再來呢，我們來測試一下這個連接線的部分，看它到底會不會卡線，順不順。好，我們通常推針的話就是這樣推嘛，所以呢，我就照我一般推針的地方，你看有沒有？它有很順的過去，幾乎沒有什麼卡卡的感覺，有沒有？所以呢，它其實是整個感覺是非常的滑順的，這樣子。好，所以呢，這種連接線的滑順度，小拉也給過。你看，很容易的這樣推來推去，好開心。另外配件的部分呢，還有這一個記號圈，基本上這個記號圈我是沒有在用啦，但是它就是漂亮，
來，我把它拆開 ，OK。拆開之後呢，我們來放一個這個酒紅色的好了，讓大家看一下它放上去的感覺是怎樣。所以它就是放在這邊 ，OK。就其實也是漂亮漂亮的啦，但是沒有到就是我都習慣用一般的記號圈在那邊，因為像這種大大的垂垂的呢，有時候我會覺得它有點卡，所以呢我就比較不會用這樣子的一個記號圈。但是呢，它掛上去的感覺就是這樣子，其實也是很漂亮的。好，我們知道後面，然後現在把針檔給換上去，看一下它是什麼樣子。所以呢，我一樣用這一個鎖針呢，所以在把針頭拿下來的時候，一樣不要用這邊，請用你的底部，因為你這樣子呢，你可以鎖很緊，然後呢，你也會比較好把針給拿下來。好，針檔的部分基本上你就不需要它了，我們就直接這樣子把它給轉着，有沒有？就在這邊，也是很漂亮的一個針檔，質感非常的好，木頭的一個針檔。所以這樣子呢，大家如果需要這一個針號，或者是你要把織物帶到其他的地方，你就不會擔心它跑掉了。好，所以呢，這邊呢就是整個輪針組的大致上面的介紹，以及小 Ra 使用上面的感受。那最後大家一定會問 Lantern Moon 這個輪針組到底適不適合我呢？如果你在尋找一個製作過程非常精密、非常高質感的輪針組，在編織的過程中呢，如果你想要感受的是一個編織手作的愉快以及愉悅、溫暖的感覺，那這個輪針組其實是非常適合的。它不僅是可以用一輩子的一個工具，同時也可能跟它的名字一樣 ，Heirloom 是變成自己的傳家寶。但有沒有缺點呢？其實市面上當然沒有完美的一個輪針組，那這個部分也跟每一個人自己編織的習慣以及個人主觀的感受有很大的影響。但是當然價位部分是屬於比較高階的一個價位。那另外就是在之前有提到，在輪針上面它所印的 Lantern Moon 以及針號呢，那個地方用了一陣子之後呢，它就會被你給磨掉。那這個部分就是看個人會不會在意這樣子的一個問題，但是至少大家要有心理準備，上面的那個字有可能會被磨掉。最後還是老話一句，工具的部分呢，依照每個人自己的編織方式以及使用習慣，都會有不同的主觀上面感受。所以如果大家對這一組有興趣，又不想要一下子投入到那麼多的金錢，大家可以先找一副固定式的輪針組，先自己試試看，這樣子黑檀木木材的材質到底適不適合自己的編織習慣。那希望今天的分享可以讓大家更認識這一個優雅的品牌。看完之後，你最喜歡哪一個細節？是鍍金連接頭，還是它的黑檀木輪針，或者是它那個精緻的絲綢包？都歡迎在下面留言跟小 Ra 分享，或者是如果你自己心中有另外一個神針組，也歡迎跟我們分享。如果你喜歡今天的這支影片，記得幫我們訂閱、按讚、分享，這些都是支持小 Ra 繼續分享下去的動力。那我們就下次見嘍 ，Adios。